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的直播节目啊。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节目题目是中共的作恶、左派的伪善和智库的弱能啊。这是有一点议论的题目啊。我今天提前一点开，我是想跟大家讲讲我们开始准备已经开始做的这个字幕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字幕我们现在做了3期啊，3期工作量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啊。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话筒，我原来话筒是在上面，在镜头以外啊，但是呢我觉得那个镜头以外的声音没有这个好，所以我就把话筒放到这里来。那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语音识别软件能够提高更多的效率啊，降低我们的这个错误率啊。因为现在的校验工作还是比较繁重啊，那么大概需要用3个左右时间做一期的校验工作啊。所以我希望能够逐步的把这个校验工作慢慢的降低啊，因为希望它的语音识别会慢慢的提高这个准确率啊，把这个错误率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算看一遍也是1个小时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影响啊，蛮大的影响。所以跟大家报告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是觉得我们最近的这个在线人数上升的很快，然后突然又跌得很厉害。那么跟什么有关系？我觉得有杂音吗？是有杂音吗？诶，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杂音吗？听得到吗？我们的争议已经调到零了啊。还有杂音吗？再给我看一下，大家再给我一个信号啊。有杂音？我们的电脑已经很远了。有电流声，有一点点杂音，是太近了，是怎么回事？很清楚吗？清楚吗？有一点点，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增益已经完全降为0啊。那么理论上应该没有破音，这里面也有一些网络的因素啊，不完全是话筒的原因啊。我发现有一些网络的因素。理论上来说，我以我们现在又没有手机，又没有其他的影响的话，理论上没什么问题的啊。好了，我们现在停啊，不做回应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直播的人数的问题啊。直播的人数的问题，这里面就是参加直播的经常会遇到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收到通知啊。所以我还是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说啊，请大家2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不用等啊，直接就因为我们直播时间是固定的啊，大家按照这个直播时间直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首页上来啊，那么就可以看到直播，然后点进去就好。看不到的怎么办？点头像，点完头像以后就进到频道页，频道页上面就可以那个什么，就可以进直播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还是那句话，关注我的这个推特号，关注我的这个脸书号，我直播前的10到15分钟都会把直播链接发上去，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上我们的直播。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网友参加我们的直播，那么我们的直播人数多啊，它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大家参与的多啊，那么有更多的意见、更多的观点啊提出来，就能够更好的体现我们这个直播的特征，好吧？我们大概就讲这两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主题啊。上个星期呢，美国有一个警察啊，杀了一名这个美国的黑人啊，这件事情呢，整个的西方世界，从美国到欧洲啊，左派倾巢出动，游行示威啊，声援黑人兄弟啊。那么这位黑人之死是个错误，甚至可能是个犯罪啊。我们不能做事，这个没有错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这位黑人兄弟啊，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大规模的不公啊，还有更大规模的犯罪，我们更不能做事。那为什么左派们做事呢？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这两天当我看见这个，特别是欧洲那种大规模的人山人海的示威游行，我非常有感触啊。为什么？美国死了一个黑人兄弟，欧洲的左派们全上街了，当然美国的左派也上街了。我就在想，我一看见这些人群，我脑子里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想什么问题呢？在新疆，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啊，一个台湾网友的视频，他自己人在新疆拍的一个视频，有上百万的新疆维吾尔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啊，他们骨肉分离，孩子见不到妈妈啊，孩子见不到爸爸，他们的亲人骨肉分离，失踪了，完全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找都没地儿找去啊。他们的清真寺被拆掉，然后他们甚至古兰经都全部收走啊。左派们没有一个西方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在中国，西藏人被中共有系统的拆掉他们的寺庙，他们的僧侣被抓，甚至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灵童，从他被发现是灵童开始就被软禁，现在都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生死未知。很多喇嘛自焚，没有一个西方的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在西藏啊，中共在全国进行宗教迫害，拆教堂的十字架，把教堂的十字架拆毁，拆了上百万座教堂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教徒里心中的圣物，拆掉。他们有教徒说：“你把我的生命拿走吧。”不行，就是要拆掉。抓教徒，有些教徒没办法，在家里聚会啊，在家里宗教聚会，冲进去抓人啊。没有一个西方的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从去年到现在，香港人为了抗击中共的这种干涉，100万人上街，200万人上街。香港警察在马路上屠杀年轻人，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年轻人打得血肉横飞，全世界直播，没有一个西方人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今年以来，中共隐瞒疫情，导致武汉肺炎传播到全世界，数以百万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光美国人就死了过10万人。
没有一个西方的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我们再往前追溯，中共占领大陆，按比例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按比例的杀人，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就是按比例人口杀掉1%就杀1%，纳粹也没这么干过啊！没有一个西方的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中共在大陆发动这个反右运动，上百万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迫害，没有一个西方的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中共治国失败，导致全国性的饥荒，饿死了几千万的农民，全中国人都营养不良、浮肿，没有一个西方的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中共丧心病狂，发动10年文革，10年时间，中国宛如人间地狱，中国人民生不如死，没有一个西方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屠杀他的同胞，屠杀了150万到300万人，占他们国家人口的1/4，没有一个西方左派站出来为他们示威游行。所以我看到这些场景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西方的左派的诉求就是伪善，他们选择性的失明。西方的左派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们的人权自由的诉只是拿来对付民主政治的，对民主政治的攻击，对民主制度的攻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就是中共的第5中队。你们问第5中队在哪里？就在左派当中。我们讲西方国家过去20年，西方国家对中共都产生了误判。为什么西方国家会产生这种误判？当然和左派有关系。左派在哪里？左派在华尔街，左派在文艺界，我用中共的语境啊，左派在学术界，左派在大学，左派在所有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就对中共特别友好，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智库。所以我为什么讲智库的弱能啊？西方国家对中共过去20年到40年的误判，首先是西方智库的误判。为什么弱能？弱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友好了。我读一段这个白宫上个星期出的这个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我就读一段文字啊，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明显低估了中共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范围的意愿。在过去20年里，改革步伐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那样，使其与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试图重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他试图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来强迫、默许
国家、民族国家，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自主权与尊严。怎么样？这是白宫的报告，这是我看到的在美国最准确的描述过去20年甚至都40年西方国家在这件事情上的误判，非常准确。但是白宫不是美国的智库啊，我不知道谁写的，但这是白宫出来的，判断准确，分析到位，白宫能做到，但是美国的智库却做不到。你想一下，在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学术水平基本上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美国的这些顶级的智库，我不知道他们在其他领域怎么样，他们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弱能到了什么地步？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昨天看到的啊，这家智库叫什么？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这是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啊，它是跨党派的，主要是在外交政策的智库啊，1962年成立的啊，它原来是属于这个乔治城 Georgetown 大学的一个机构，然后1987年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智库啊，华盛顿的智库。它的主要的是研究经济和安全问题啊，那肯定是战略研究，主要是战略研究和战略分析啊。那么上个星期就这个星期一啊，这个智库啊开了一个研讨会，网络的研讨会，主要是中国议题啊，他们的叫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 啊，他的这个主任啊讲了一些他的看法，我在这个新闻报道里看到他的一些陈述啊，大概是这样啊，这个白明的几个看法，基本上有3个看法吧。一个看法呢是讲中国的心态啊，他说呢，近年来中国政府一方面感觉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逐渐增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天平正在向他们倾斜，而美国现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啊，所以呢，他们的天平在向中国倾斜。于是呢，中国领导人呢就开始浑水摸鱼啊，千方百计利用这种战略机会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呢，这是中国的一些心态啊，分析中国的心态。然后呢，说到国安法呢，他说这个中国政府推动这个国安法的方式充满了形式主义，也很公开。所以尽管中央觉得需要打击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但他们并不想杀死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鹅啊。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呢？很难说啊，可能性不大啊。这是他的评价啊。他还说呢，他举这个习近平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那他说呢，这个习近平这么说：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因素，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啊。白明说呢，这就反映了北京开始意识到当前的世界格局与后金融危机时代已经不同了啊。他认为呢，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中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充满挑衅。他不甘拜下风啊，就是他还讲这个民法典啊，说民法典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之前推了5次都没推出来，主要是因为民法典修很长很大，
刚刚弄完可能又过时了，所以搞了5次都没搞完，现在又搞了，终于搞成了啊！大概就说了一下这个，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去分析中国政法改革的动向和是一个线索啊，大概就讲了一些这样的话。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是这样啊。作为智库是干什么？智库专门做研究的啊，其实就是个研究机构啊。这个人是这个智库的中国方面的头啊。作为智库，从他的描述来看，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还处于初级水平啊。这种水平，以这种对中国的认知，那是不可能对中国进行深刻的分析和判断的啊！就这个水平，不足有3个方面啊。第一，判断的框架和维度不足啊。你比如说，我们对中国的判断，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判断？首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啊，从经济你可以去看到政治啊，然后从国家体系到权力分布，中国是个充满权力的国家，一定要讲权力啊，讲权力就要讲政治，讲政治就要看经济，它的国家体系是怎样，它的中共的体系是怎样，你要通过框架和维度来进行分析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判断的框架和维度不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分析的结构和系统不足。你比如说，中共是怎么控制政府的？中央政府是怎么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是怎么去往下控制的？它的这个就是分析的结构和系统不足啊。如果你不能够从结构和系统进行分析的话，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的展望的链条和逻辑不足。你想一下，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族群也好，一个人也好，它不是一下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它是有联系的，人是有基因的。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它是有严格的啊，就是中共从建政，甚至从它建党，你可以往上追到苏联、苏共，中共就是苏共的一个分部，他们之间他的很多行为是跟苏联有关系的。你看那个时候中共写的很清楚，保卫苏埃，保卫苏共，它是它的分部，它的很多行为是有苏共的影子的。所以这里面你要有一个链条，你的展望要有链条，而且你要有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么发生？它背后是什么样的逻辑？从这3个方面，你才能够对中国、对中共进行分析，并且判断。首先是判断，然后是分析，然后是预判，你才能做到智库的这个水平。那你看，你通过这位他的表述出来的，他们还停留在什么阶段？他还停留在认知都没解决的问题阶段。你想一下，美国的研究机构非常发达，但是他们对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水平这么差？我再举一个什么？再举一个，他们有一个高级顾问叫甘斯德 Scott Candy，他说什么呢？他说，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啊。他说这次两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总理李克强报告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这是94年以来的首次啊。中国往年定的目标，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是政治经济学的北极星啊，北斗星啊。今年放弃设这个目标，恰恰体现了他的务实主义。当局之所以放弃这个目标，是因为如果要设定一个目标，设的 1.5 左右，那么这么做呢，当局不想这么做，就是一个这样的说法啊。你看看他这个很皮毛啊，很皮毛。
就老实讲，这个要读我的研究生，要报我的研究生，我都不收，这太皮毛了，这个啊。就像你说这个主任，他对中国的这些讲法，你除了噱头啊，我知道，你看民法典搞了5年没搞成啊，可能就是因为他搞的过程当中时间已经改革开放很快啊，他这个叫什么？这个你刚修完，那边形势又变了，大概就他还仅仅满足于知道一些公众可能还不清楚的事情，他们还只是满足于这个水平。但是你从他们的这个陈述来看，我闻着味儿我就知道，这些人全他妈是左派，这些人全是左派。为什么他们弱能？为什么他们做不到？你通过他们的这个陈述，你就能感觉到这种从骨子里的那种亲近，就是他们对中共从骨子里的亲近。你想一下，我们分析一个国家，我们或者分析一个政权，我们首先要判定什么？判定他的战略意图，他有什么战略意图？他想干嘛？你比如说，你说我们判断中共，你首先要判断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改革开放也好，不改革开放也罢，他到底想干嘛？他的宗旨是什么？你不把这个搞清楚，你搞这些干啥？你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对于中国没有别的，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战略意图。他一定会有一个战略意图，他没有战略意图，他建一个政党干什么？你建一个政党的就是要实现一个目标的，这就是战略意图。你不去分析他的战略意图，他的战略意图有没有变迁，怎么变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有什么做什么调整，怎么调整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讲这些，你做什么智库？你怎么预判得了他的行为怎么变化，怎么走？如果不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做呢？你想一想，做学术研究的，这连我都知道，他们会不知道吗？我就觉得他们就在那干嘛？假摔，这帮左派们霸占了这些研究机构的岗位，就集体假摔，就是疯疯癫癫，装聋作哑，就是愣是不把它搞明白，愣是不把它讲清楚，还天天满足于，哎呦，这又有人玩尿泥了，你玩这个干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所谓西方国家的误判，对中共的误判，首先是基于什么误判？就是这些智库的误判。这些智库的误判基于什么？这帮左派在里面搞的鬼，讲到底就是这个。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中共的作恶和什么有关系？和左派的伪善有关系。左派的伪善跟什么有关系？跟智库的弱能有关系。智库的弱能跟什么有关系？就是他们就是第5中队。我认为他们就是第5中队。他们从意识上就是要纵容中共。那么多人上街，我看着那么多人上街，我火都来了，我就想骂人，我非常愤怒，我非常生气，所以我今天要用一个专题的时间来揭露这些西方这些左派的真面目，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话。他们非常无耻，他们非常无聊，他们非常睁眼瞎。好吧，抱歉，有点没控制住啊。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其实还准备了很多关于这些智库的资料，可是我就想算了，不说那么多了，得罪一个就算了，别得罪那么多。
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吧？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大家点赞，点赞是我们抵抗限流、抵抗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我这里提醒一下，进入互动之后呢，因为我们最近还是我发现我们还是新的网友还是蛮多的啊，新的网友蛮多的，所以我这里提醒一下，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点：情况、问题、观点啊。那么我们就进入互动啊，明谢一下。金马谢谢 Kentim Lee 谢谢为添加字幕鼓掌谢谢你 Rick 周谢谢王先生情况最近连续收到大陆高校的 email 邀请在美国的学者博士后参加一个 Zoom 论坛很奇怪就有突破封锁这叫为什么就是美国开始切断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科技，其实是科技学术的联系大家要知道，美国在科技和学术领域，基本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是保证美国处于领先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美国在科技和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首先是因为它有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那么如果切断他们的联系的话，他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会慢慢的落伍慢慢的被甩出去你收到这种情况，邀请参加这个 Zoom 论坛呢 ，Zoom 是一个，就是还是希望你能够跟国内保持联系但他们就通过这种个体的联系来建立这种关系呗。这个很正常你要知道它背后的意图是什么Sean 王舍说得好，左派就是伪善，选择性失眠月圆天星谢谢Dean Winchester 谢谢，终于把我整天骂的话说出来谢谢王光德谢谢，周雨婷谢谢，王老师最近几期的内容太硬核了，加油，谢谢。涂阿国，谢谢王老师，在我看过的媒体中，您是完全打中问题核心的少数人之一，加油，谢谢。贝拉瑞，谢谢。QZ， 谢谢。谢谢王舍的中立态度。我知道你不喜欢川普，希望有选票的华人能出来投票，挽救美国。好吧，但是我觉得这次川普表现得很棒他在那个那个教堂名字忘记了，他在那个教堂前面的表现，我觉得我为他鼓掌我为川普鼓掌，他表现得像一个总统的样子，而且给美国人民做出了表率总统是干什么的？总统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总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全国人民做一个表率川普昨天的表现他做到了米卡卡谢谢 Cindy 包谢谢，为王先生的情怀点赞谢谢你魏班丹谢谢王老师请喝茶息怒好吧。观点，今天直播的内容每一秒都是闪闪发亮，应该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全世界，好吧。王先生说的太好了，如果民主国家再不警惕，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一篇针对 CCP 为首的所有左派的战斗檄文，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包括联合国进行彻底的取缔。共产主义就是世界的毒瘤。我是这么想我有一天，哎呀，这手机关了。
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我聊天啊，把我惹火了啊。我后来最后我跟他讲，我说中共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就是癌症，共产党员是什么？共产党员就是癌细胞啊，我是这么说的啊。一个是癌症，一个是癌细胞，这是人类的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啊。今天的观点是近期国际事件分析中中外媒体中思想家级别的论述。我的天，这有点高吧？惊愕于王老师的超强能力，非常感谢，谢谢你的，谢谢你的抬举啊！我没有，我只是这是一个观察者，因为所有的记者，所有的媒体人，其实他都是观察者，就是你要去观察啊，一个观察者的思考而已。我没有太深刻啊，没有办法太深刻，因为我每天都在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在每一件事情上做得非常的深刻啊，这做不到啊。但是我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我会联系，我虽然每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往下挖啊，大家知道深度和广度是矛盾的啊，但是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能够联系啊，联系什么？把很多的事情联系起来，因为它都在我这个大的 picture 里面啊。那么当我去联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些特别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啊，我说为什么中共作恶总是被容忍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看不到呢？其实媒体全部都在报道，这让我非常的愤怒，我真的非常的愤怒。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伪善啊，他们就是伪善，不要装得很高尚的样子，一点都不高尚啊。观点，我一直的疑惑，为什么美国媒体基本上对中国议题比较冷淡？王老师今天这一期给解答了，根本不在乎，选择性的失聪，他们以怼川普、怼美国政府、怼右派为唯一的目标，就是这样。观点，新疆和香港视而不见，为了黑人却可以暴动，这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左派根本不是追求普世的价值观，他们只是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欺世盗名，说的非常对，我要重复三遍，欺世盗名。观点，某种程度上，前些年美国所谓以经济发展促民主的理论，不过是华尔街编造出来的一个谬论，为自己投资中国挣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非常正确啊。观点，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的非常好。我在西方留学，接触过美、英、德、日等国文化，我不觉得西方人有多高尚，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很伪善，很虚伪啊。尤其是德国人，土共的邪恶就是他们的照妖镜，并不是误判这么简单。人类会选择性的获取信息，这就是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西方之所以能够跟邪恶的人勾兑，只能说明他们本身就有共通点，非常对。提问，大部分左派没有帮被中共迫害的华人发声，的确是伪善。右派呢，他们也没有为迫害的华人上街，所以他们也不关心。所以是因为西方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亚洲人，还是因为亚洲人和西方人并不够融入？我们今天不说右派，我们只说左派，不打岔好吗？观点，在制造暴乱的左派很像当年的地下党，通过洗脑煽动矛盾，制造混乱，从中获利。一旦真正给他们上了位，各种舆论行为控制就来了，民主将不复存在。看看现在 YouTube、推特上禁言、禁舆论，就感觉出来，民主来之不易，且有且珍惜。
说得很好，我觉得都很好。哇，我们这网友真的很牛。观点：假设一下，西方左派被中共迫害的华人抗议发生了，大部分被洗脑的国人小粉红肯定会骂他们多管闲事，敢于站出来的海外华人会被骂成汉奸。我们不假设好吗？有什么好假设的？我不假设啊。情况：中共现在是全方位的禁止宗教，淘宝已经买不到圣经了，搜索英文版 Holy Bible 也没有。班禅被软禁在北京，我有个亲戚的儿子是当兵的，就亲口告诉我们，他们解放军在北京有一个排是专门负责软禁班禅的，无耻吧？情况：今天下午看到一条新闻，那些被抢了的大牌耐克、苹果等表示支持游行的人群，我看了看，这没对哦。再一想，对啊，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共捞钱还没捞够，比起这点损失啊，川普之前宣布要和中共国脱钩，这才是致命的，真的是伪善至极。提问：请问王先生，美国有什么办法制约这些左派吗？还有，现在左派和美国多数民意是冲突的，他们不会付出代价吗？这些垃圾简直气死我了！这群人在美国的中共，希望王先生的节目赶快出英文字幕，我转给我的同事和朋友，让他们都要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字幕了啊！我们会慢慢的先把这些字幕做好，然后再补以前的字幕。现在我们已经有3期了啊，3期了。提问：澳洲和新西兰都有了为美国黑人的游行，为何没有世界范围的为香港的游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吗？还是不关心中国的事情？不是的，我就觉得他们是装蒜，他们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看看我们的节目说的是什么就知道了。观点：他们是表亲，好吧？中国人和西方没有打着骨头连着筋的感觉。中国自己同宗同源的人会为新疆同胞去游行吗？你自己人都不会，还指望别人来帮你？香港就是自愿牺牲自己，一直坚持，才能给别人一个借口去帮助你。自己天天只顾着泡食，指望一个明君青天大老爷去拯救自己，别想了，一天一天的没有收入还有威胁，你会吗？所以只能说香港人了不起，他们值得被尊重。观点：5年前就和周边的人提出，中国即将进入新文革时代。对比1966年，原因有3个：一，有一个举国爱戴的领袖；二，对媒体和宣传管控极其严格，而且因言获罪比比皆是；三，一个再婚文艺圈的国母。很多人对第三条有疑问。当年在北京，有朋友的办公室在他们家住的胡同口，该女士几乎每天都出来骂街，因为胡同里的车挡住了她的出行。我们都看到上次文革的结果，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提问：为什么会有智库这个机构？美国总统不是有高级幕僚了吗？高级智库幕僚的底下又有自己的幕僚，已经有一层一层的幕僚，为什么还要有智库？还有那些其他国家也有智库，或者是其他名称都做智库的工作。智库并不是给美国总统的啊，全社会都需要智库。智库是什么？智库其实就是帮这个社会去研究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机构。当然它有各种存在的方式啊，各种存在的方式，有些会给政府提供意见，有些会给企业提供意见，有些会给很多研究机构提供意见等等啊。这智库是需要，社会是需要智库的，社会需要智库帮助他们研究更深入的研究一些问题啊。智库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研究机构啊，不奇怪也不意外。其实美国有很多的智库，西方国家有很多的智库啊，大部分都是
他们通常有2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企业赞助，企业很多企业会拿钱来赞助这些智库，还有一个就是慈善，很多人愿意捐钱给这些智库，让他们去做研究工作，通常这2种来源啊。观点：癌细胞就是生物界最强大的细胞，不消灭它，它就会把宿主所有其他细胞的养分全部吸收过来，别人就活不成。中共的联欢晚会、华为等公司文化科技2个巨头，大家评评啊。观点：左媒的选择性失明是美国最大的失败，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却以政治正确胁迫大众。美国需要改变。让那个为了2战人类自由死了那么多的人的美国回来，非常对啊，非常对。观点：美国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实是个笑话啊！你要在美国学术界发展，需要论文。如果你批评中国 ，CCP 就不给你签证，去不了中国，你的文章就没有那些能去中国和 CCP 勾兑的人吃香。所以现在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都亲共派。昨天我看到 BBC 对傅高义的一个采访，他竟然说他是北京当局也不会容忍香港人这么抗议啊，简直是没有亲共，亲到丧失人性。说到底，美国过去40年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好，我们现在明线啊，明线。观点：现在美国白左和中国的爱国护旗手，其实本质极其类似。他们有一套宗教般的教条，政治正确，并且同意用政府强权和大公司去干涉、纠正政治不正确的思想。非常对，同时极其双重标准啊！具体看，我上一个回复，他们还支持大政府，政府控制跟多个人权，政府控制跟更多过个人权利啊，废除私人医疗保险和禁枪，同时美国白左还大量控制美国的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塑造信息墙、片面报道，创造斗争思维、阶级斗争等。提问：王老师，美国左派那么恶心，会不会是因为中国给了他们很多钱或者利益？钱我就不知道，利益肯定是有的啊，利益肯定是有的。好，我明线一下啊，明线。Behiring C 啊，谢谢 ，Thank you Sir 啊 ，Lam 4902，谢谢，很高兴王 Sir 终于点到问题的核心，就是左派的意识形态作祟，拆毁世界，重建乌托邦的理想不被消灭，人类文明就没有办法走向下一个里程碑。只有承担个人责任，重新找回传统中的价值体系，才能带来下一次文艺复兴。跟大家共勉之，非常好 ，Lam。AY 谢谢，在美多年看到左派左媒大学教育的各种问题，非常愤怒却无能为力。感谢王先生说出我的想法，谢谢你的支持。CL 谢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读哎。猪是什么啊？不知道怎么读，谢谢啊。Michael Z 谢谢。最近疫情在家，几乎每天都听您的节目，谢谢陪伴，谢谢。YYW 谢谢。陆山 W 陆山谢谢。Kevin 苗谢谢。自由意志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示威，欧洲和美国年轻人走向社会主义，世界的明天不会好了，有吗？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人在走向社会主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洛亚辉，谢谢。西方国家全面左化背后是基督教民情秩序的失守，伪善和反常识是他们主要特征。左派，尤其是极左派，骨子里就是共产主义。
是的，是有这样的问题啊，同意啊。马宁，谢谢观点，请王舍剖析一下华尔街和共产党的历史关系。历史关系，什么叫历史关系？历史渊源吗？你讲的是？要看一下啊，这是个好题目啊。沈丹阳，谢谢王先生的辛勤劳动，喝杯茶消消气。好的 ，ACSA， 谢谢，有字幕点赞支持，谢谢。姚玉，谢谢王老师。生活在美国可以更好的理解 Trump 的好。王先生这一集厚积薄发，说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见，记得点赞哦。